你以为 AI 正在杀死所有软件公司，错了，它正在用最残酷的方式给其中一部分公司印钞。过去1年，你听得最多的逻辑一定是这个 ：AI 会取代人力，所以所有靠卖软件席位赚钱的 SaaS 公司都必死无疑。于是你跟着市场恐慌抛售，把所有筹码都压在 GPU 和算力上，眼睁睁看着软件板块跌得惨不忍睹。前11家头部 SaaS 公司里，只有3家今年取得了正收益，剩下8家平均跌幅超过 25%， 有的甚至已经腰斩。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SaaS 这个赛道已经彻底死掉的时候， Datadog 用一份财报把整个市场的脸都打肿了，单日暴涨近 40%， 市值一夜增加了超过150亿美元。这不是什么小盘股的妖股行情，这是一家市值已经超过500亿美元的中型科技巨头在一个交易日里完成的估值重构。这期内容看完，你至少会看清3个关键点。第一，华尔街精心编织的 AI 杀死 SaaS 叙事到底是怎么骗走你筹码的？第二，同样是 SaaS 公司，为什么有的喋喋不休，有的却能借 AI 一飞冲天？第三，我会给你一套可以直接套用的 AI 下半场选股框架，让你以后再也不会被颠覆一切。这种口号忽悠，在开始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未来2年 AI 会让大部分 SaaS 公司消失，还是会让少数 SaaS 公司赚得比以前多得多？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等看完这期，你再回来看看自己当初的判断错在哪里。先别急着去翻 Datadog 的财报，大多数散户看财报只会看营收有没有超预期，利润有没有 beat， 然后就急着挂单买卖。但机构看财报看的从来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背后的趋势。Datadog 这份2026财年第1季度财报数字确实很漂亮，营收 10.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 调整后每股盈利 0.6 美元，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 0.5 亿美元。全年营收指引直接从原来的40亿美元上调到了43亿美元以上。但这些都不是重点，真正让机构疯狂砸钱买入的是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细节，它的增速从上一季度的 29% 回升到了 32%， 听起来只是3个百分点的差距，对吗？问题就出在这3个百分点上。在这之前 Datadog 已经连续6个季度增速下滑了，从最高的 70% 多一路跌到 29%， 市场已经给它判了死缓，觉得它会像所有成熟的 SaaS 公司一样，慢慢滑向 20%、10% 的增速，然后变成一只没人要的价值股，估值被打到10几倍 PE， 结果它突然掉头向上了，这才是真正的核弹级利好。在整个软件行业都在减速，都在被 AI 恐慌笼罩的时候， Datadog 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了。这说明什么？说明 AI 不仅没有伤害它的业务，反而已经开始成为它新的增长引擎。你有没有发现，人类特别喜欢线性外推，看到一个东西在跌，就觉得它会一直跌下去，看到一个东西在涨，就觉得它会一直涨下去。市场最擅长利用的就是人类的这种思维惯性。当所有人都觉得 SaaS 已经死了的时候，那个第一个证明自己能从 AI 中受益的公司就会获得估值的暴力修复。Datadog 的 CEO 在财报电话会上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他说，我们的增长是广泛的，既来自于 AI 客户，也来自于非 AI 客户。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一句官话，但你仔细品，这句话其实是在告诉市场，我们不是在蹭 AI 的热点，我们的增长是真实的、可持续的。AI 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而是一个会持续很多年的长期趋势。而我们已经站在了这个趋势的最前沿。那 Datadog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 AI 没有杀死它，反而让它变得更强？答案藏在它的商业模式里。这也是整个 AI 时代 SaaS 行业最核心的分水岭。很多人以为 Datadog 的成功是因为它把 AI 加到了自己的产品里，没错，它确实这么做了。以前一个安全工程师排查一个线上故障，可能需要花几个小时，翻成千上万条日志才能找到问题所在。现在用了 Datadog AI 功能，只需要30秒就能定位到 bug， 这极大的提高了工程师的效率，也让客户更愿意为他的产品付费，续约率自然就上去了。但这只是他增长的第一条腿，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那条腿。真正让他实现指数级增长的是第2条腿，他在为整个 AI 行业提供基础设施。你可以把 Datadog 理解成数据中心的 X 光机，不管你跑的是传统的应用，还是现在最火的大模型，你都需要监控你的服务器、你的网络、
你的数据库。没有它，你的系统出了问题，你根本不知道哪里坏了，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而 AI 大模型恰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容易出问题、产生数据最多的系统。一个普通的互联网应用每天可能产生几 GB、几十 GB 的日志，但一个大模型每天产生的日志量是多少？是几 TB、几十 TB， 甚至上百 TB。你的模型越大，参数越多，跑的任务越多，产生的监控数据就越多。而 Datadog 是怎么收费的？它不是按人头收费，它是按你用了多少资源收费。翻译成人话就是，你的 AI 跑得越欢，烧的算力越多， Datadog 赚的钱就越多。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AI 不仅不会减少它的收入，反而会让它的收入呈指数级增长。这和那些传统的 SaaS 公司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那些靠席位收费的 SaaS 公司会跌得那么惨了。席位收费是什么？就是你公司有多少个员工用我的软件，我就收多少钱。以前一个财务团队需要10个人，我收10份钱。现在 AI 来了，2个人就能干10个人的活，那我就只能收2份钱。这不是线性下跌，这是断崖式下跌。这就是为什么过去1年，所有靠卖人头赚钱的 SaaS 公司都被市场无情地抛弃了，因为市场已经提前看到了他们的未来。随着 AI 的普及，他们的客户数量会越来越少，客单价会越来越低，收入会1年比1年差。但按量计费的模式完全反过来了。AI 取代了人力，确实会减少席位的需求，但它会极大地增加算力的消耗、数据的消耗、基础设施的消耗，而这些恰恰是按量计费 SaaS 公司的收入来源。你想想，以前一家公司有100个工程师，每年给 Datadog 付100万美元。现在 AI 来了，工程师减少到了20个，但他们跑的大模型每天产生的数据是以前的10倍。那 Datadog 每年能从这家公司收多少钱？不是20万美元，而是1000万美元。这就是商业模式的降维打击。同样是 SaaS， 一个的收入和人力数量成正比，一个的收入和算力消耗成正比。在 AI 时代，这2种公司的命运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极端。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 AI 时代的 SaaS 行业正在经历 K 型分化。向上的那一端是那些能从 AI 的增长中直接分一杯羹的按量计费公司，向下的那一端是那些依赖席位收费的传统 SaaS 公司，没有中间地带。但你以为只要是按量计费就一定能活下来吗？太天真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护城河，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那就是独立第三方的身份。很多人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误区， AI 这么强大，以后所有的监控、所有的安全 AI 自己就能做了，还要 Datadog， 还要 CrowdStrike， 干什么？这是我听过最愚蠢的一个逻辑。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会让小偷自己当警察来检查你家里有没有丢东西吗？你会让考生自己给自己改卷子，然后相信他给的分数吗？当然不会。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企业会让 AI 大模型自己审计自己的安全？这里面有一个无法解决的核心矛盾，利益冲突。如果 OpenAI 的模型出了漏洞，它会自己主动告诉全世界吗？如果亚马逊 AWS 的云服务出了故障，它会把所有的故障细节都公开给你吗？绝对不会。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主动暴露自己的问题，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商业本能。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理性的企业决策者来说，把自己最核心的数据和系统交给一个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公司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 AI 时代，数据就是企业的生命，一旦数据泄露或者系统被攻击，可能直接导致公司破产。这就是为什么独立第三方的安全和监控公司在 AI 时代不仅不会死，反而会变得更加重要。AI 越强大，数据越值钱，企业对独立第三方的需求就越迫切。你去看看 CrowdStrike 的股价，再看看 Palo Alto Networks 的股价，他们和 Datadog 一样，在整个软件板块暴跌的时候表现得异常坚挺，根本不是巧合，因为他们都拥有同一个不可替代的护城河——独立。没有任何一家云厂商，没有任何一家 AI 公司能取代他们的位置，因为只要你自己做安全，你就永远摆脱不了利益冲突的嫌疑。而企业永远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帮他们盯着那些最危险的地方。这还没完，还有第3个筛选标准，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标准：大客户粘性。Datadog 的财报里有一个数据非常有说服力，年消费超过10万美元的大客户
已经增加到了4550家。这些客户贡献了他90%的收入。很多人觉得 SaaS 公司的客户越多越好，但实际上在 AI 时代，大客户的价值远远超过小客户。为什么？因为大客户不会随便换供应商，尤其是像监控和安全这种基础设施级别的服务。换一次供应商需要重新部署、重新测试、重新培训员工，成本可能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美元，还会带来巨大的业务风险。只要你的产品不是烂到没法用，大客户一般都会一直用下去，而且大客户的付费能力极强，你可以不断地向他们销售更多的产品。Datadog 一开始只做基础设施监控，后来又加了应用性能监控、日志管理、安全监控、网络监控。现在一个大客户可能会同时用他的5、6款产品，这就是所谓的土地扩张策略。小客户就不一样了，小客户对价格非常敏感，很容易因为一点小钱就换供应商，而且小客户的死亡率很高，经济稍微不好就会有一大批小公司倒闭，所以依赖小客户的 SaaS 公司收入会非常不稳定。在 AI 时代，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AI 的落地首先是从大公司开始的，只有大公司才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去部署大模型，去改造自己的业务。而那些能深度绑定大客户的 SaaS 公司会最先享受到 AI 带来的红利。现在我们可以把这3个标准拼起来，得到一套完整的 AI 下半场 SaaS 选股框架。第一，看收费模式，优先选择按量计费的公司，远离那些依赖席位收费的公司。AI 会让人力越来越少，但会让算力和数据越来越多。你的收入和什么挂钩，直接决定了你的未来。第二，看是否独立，优先选择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方公司，远离那些和云厂商、AI 大模型公司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独立的身份是 AI 时代最深的护城河之一。第三，看客户结构，优先选择大客户占比高、粘性强的公司，远离那些依赖小客户的公司。大客户不仅能带来稳定的收入，还能让你最先享受到 AI 落地的红利。符合这3个标准的公司，不仅不会被 AI 杀死，反而会借 AI 的东风迎来新一轮的爆发。而不符合这3个标准的公司，不管现在看起来多么便宜，都不要轻易去抄底，因为他们的下跌可能才刚刚开始。说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华尔街之前抛出的 AI 杀死 SaaS 的叙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它不是一个谎言，它只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故事。AI 确实会杀死一部分 SaaS 公司，但不是全部。华尔街故意把一部分说成了全部，制造了整个行业的恐慌。然后他们一边让你在底部割肉卖出，一边悄悄收集那些真正符合这3个标准的优质公司的筹码。Datadog 的暴涨只是一个开始，它就像一声枪响，告诉整个市场 AI 时代的 SaaS 行情已经正式启动了。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符合这3个标准的公司交出超预期的财报，然后迎来估值的暴力修复。而那些还沉浸在 AI 杀死 SaaS 迷思里的人，会再一次错过这个巨大的机会。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可能被市场叙事牵着鼻子走，那你点一下订阅，后面我会继续拆解这种最容易骗到普通人的市场逻辑，帮你避开那些看起来很美好，其实是陷阱的投资机会。我知道很多人现在还在说，买 AI 就要买英伟达，就要买 GPU。没错，英伟达确实是 AI 时代最大的赢家之一。但你有没有想过，当所有人都知道英伟达是赢家的时候，它的预期已经被打得有多满了？市场从来不会让大多数人赚钱。当一个共识变得无比一致的时候，往往就是风险最大的时候。而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被错杀的、真正能从 AI 中受益的公司，反而会给你带来更高的回报。Datadog 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投资比拼的从来不是谁听的故事多，也不是谁追热点追得快，投资比拼的是谁能更早地看穿故事背后的真相，谁能在别人恐慌的时候保持冷静的判断。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新闻，是情绪，是口号，而你要学会看到的是商业模式，是护城河，是资金的流向，是机构真正在意的东西。最后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很多人说投资要选对赛道，但 Datadog 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同一个赛道里，不同的商业模式最终的命运可能天差地别。那么你觉得对于投资来说，到底是赛道更重要，还是商业模式更重要？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最后提醒一下，本期所有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框架都不同，请务必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决策。如果有任何专业问题，记得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